好咸！我们点的前菜是传统的湖鱼前菜，这道也是科目的经典菜色，但是这可不是炖饭哦，超好吃！米饭每一颗都裹着丰富的起司香，新鲜的草莓和罗勒冰沙，听起来是不是很吸引人呢？挑战吃遍科目所有最好的餐厅 ，Let's go！Ciao today， 我是淘淘，欢迎来意大利找淘淘。今天带大家来这间位于科莫湖 Tremezzina 心脏地带，这间有100年历史的餐厅 La Conda Grifo。这里的名字 Grifo 鹰狮兽，象征着昔日科莫湖上的战舰，曾与米兰联盟对抗红胡子腓特烈皇帝。一走进餐厅呢，迎接我们的是一种浓厚的传统气氛，墙上呢挂着古老的厨具以及珍贵的历史照片，让人一走进来就可以感受到这浓浓的历史氛围。店家招待的开胃小点是烤面包配上 prosciutto， 它这个地方部位呢是比较多的肥油，非常的好吃。La varella salsa verde, missoltino con una salsa che non so e le arborelle in carpione。我们点的前菜是传统的湖鱼前菜，主角当然就是米苏丁。这道菜是用科莫湖的湖鱼，每年5、6月将鱼打捞以后，经过清洗去内脏，再用盐腌制以后挂起来太阳风干，然后呢再放进木桶里面夹着月桂叶，最后用石头压紧。这样的处理好的鱼干呢，它可以保存非常久，味道非常的鲜香浓郁。以前这道菜是穷人家才吃的，但是现在呢已经成了科莫湖地区的经典美食料理。这个鱼就叫个上色藕吧。哦，好咸！这鱼太咸了，我不行。我要给 Mr. 意大利的。pochettino salato. No, pochettino, salatino. No, buono. Per me è uno dei migliori. Davvero? 火链塔真的很好吃，火链塔真的好吃。绿酱搭配鲈鱼也真的是绝配，鲈鱼的鱼肉非常的滑嫩，口感细嫩，而绿酱的酸香和咸味完美的提升了鱼的新鲜度。腌制鱼搭配的酱汁则带有淡淡的酸味，整体的口感更加的立体，每一口都充满了湖泊的清新味道，仿佛把整个湖的精华都凝聚在这道菜里面。接下来是第一道 Riso in cagnone con filetto di pesce persico， 这道也是科莫的经典菜色，但是这可不是炖饭哦。它呢是将白米饭煮熟以后，再用大量的奶油、鼠尾草简单的拌炒，使米饭呢吸满了奶油的香气，让米粒变得更加的滑顺，且米粒粒粒分明，有点像是我们的炒饭。鲈鱼片呢选用的是科莫湖当地的淡水鲈鱼，鱼片经过轻轻的煎炸以后呢，外层香酥，里面则是细嫩多汁。我个人特别喜欢那个香脆的鼠尾草，炸过以后让这道菜添加了更多的层次感。好好吃啊！它这个米啊，是那种粒粒分明的米，超好吃的。再来就是真的炖饭啦，这个炖饭搭配着柠檬奶香和鲑鱼卵，光听这个名字让人充满期待。奶油的香气扑鼻而来，令人垂涎3尺。米饭每一颗都裹着丰富的起司香味和奶油香，淋上柠檬汁以后呢，整道菜呢发出了整个令人心醉的清新感，每一口都带着微微的酸甜，让人感到春天的气息与奶油的浓郁形成完美的平衡。虽然呢这不是科莫的特色菜，但是这道菜我真的超级爱。Buono? Sai cos'è perché è buono? È pieno di formaggio. Tu mangi quello, amore? Change。给我月亮形状，这什么分一圈什么意思？我跟 Mr. 意大利的差别，这是我要吃甜点的桌子，这是他要吃。
接下来就是甜点环节，今天呢我们选择了蛋白霜，这道甜点搭配着新鲜的草莓和罗勒冰沙，听起来是不是很吸引人呢？蛋白霜的外表酥脆，里面则是有柔软的口感，搭配新鲜的草莓，酸酸甜甜的滋味简直让人无法抵抗，甜而不腻。而罗勒冰沙呢，它是这道甜点的亮点，清新的罗勒味道与草莓完美的结合，让人感觉到夏天的清爽。这道甜点不仅颜色好看，而且真的非常的好吃。哇，好好吃哦！离餐厅不远处呢，就是 Villa Babbiano， 一座建于17世纪的别墅，有美丽的百年公园。它的面呢是朝着湖泊。现在这座别墅呢已经成为了科莫湖上奢华婚礼的热门地点之一哦。如果有未来想要在科莫湖举办婚礼的朋友呢，就可以考虑在这边举行哦。Figlio di cosa? Di che? 饭后我们在湖边躺下休息，从这里呢可以看到 Isola Comacchina， 这是科莫湖中唯一的一个小岛。这个小岛长约600米，宽只有200米，总面积只有6公顷，非常的小。但是呢，它覆盖着典型的地中海茂密植被。岛上呢，它有橄榄树、菩提树，还有月桂树。这里的气候呢，非常的温暖宜人，非常适合种植橄榄和生产的橄榄油。这座小岛在罗马时期和中世纪初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保存了许多珍贵的遗迹，包括罗马时期的大理石柱残基、双殿教堂的早期基督教壁画，还有多座罗马式教堂遗址。这里也曾经是军事重地、政治中心，同时也是教区最重要的宗教据点之一。传说中，意大利中世纪建筑艺术的发源地科马西尼大师的技艺就从这里开始传承。科马西纳岛的辉煌历史在1169年戛然而止，当时被科莫人和红胡子摧毁，之后逐渐衰败并且遗弃。不过到了1900年，小岛又重新获得重视。抵达小岛的方式有公共渡轮，但是船次非常的少，建议大家选择搭乘水上计程车，详情请见资讯栏哦。现在我们要回科莫市啦，这次非常幸运买到快船票，平时快船票都是要先提前事先预约或是在网络上订票才有的哦。因为呢，快船的船速非常的快，所以一定要有位置坐，所以并不出售站票的部分。不过呢，有时还是可以碰碰运气哦，看现场还有没有剩余的船票。抵达科莫啦，要回家啦！好啦，这一集的科莫百年历史餐厅就到这边结束啦。如果你喜欢淘淘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淘淘带你看更多的台艺大不同。Ciao, a presto!